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基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另外是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大家好。还有辅仁大学日文系教授何思胜老师。何荣，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在2026进到新的一年的前3天，中国大陆解放军发动了围台军演，而且这一次的军演呢是实弹演习。好，就在这个演习之后呢，两岸也因为这个军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解放军在2025年年底最后3天，突然宣布，从12月29号到31号，为期3天对台湾发动了叫做“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大家也在想说，新的一年才刚开始怎么就这么的不平静？但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就是委内瑞拉现在也传出了首都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且呢是根据法新社还有 CNN 这些外媒的报道，这个首都卡拉卡斯呢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路上的行人是惊慌的逃窜。我想先请教今天我们的黄介正老师先来帮我们短评一下，快速短评这个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接下来您怎么看呢？川普动手了，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聚焦在自己的本土以及西半球，也就是整个美洲，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已经发生过许多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是在委内瑞拉的境外尤其是拦截他们的所谓运毒船只。那么第三美军部署在委内瑞拉附近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只是说会不会动武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就是台北时间周6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新闻进来。就是好像首都卡拉卡斯有爆炸的声音。那么美国会不会接续的动手？那么就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虽然川普并没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或者是说他就是门罗主义的第2版，对，但是美国坚持要完全排除其他境外势力，就是西半球以外势力染指美洲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美国会不会对邻邦直接动武？用什么借口？然后他会多久？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判断的标准。OK， 好，两位老师等一下也会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局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真的可以说是2026才开年没几天，这个世界就非常的不平静。而在进到新年的前3天，刚刚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举行了围台军演。在军演结束之后，也立刻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发表新年谈话当中特别强调统一大势是不可阻挡之后，也看到比较软的那一面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新的一年2026 1月2号，他发表了一个名叫这个携手奋进共创福祉的新年内容全文总共是大概有2000多字。宋涛在这个文告当中呢，宣称围台军演是为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的基础上，与台湾各政党还有各界针对两岸关系还有国家统一展开对话协商。继续请教黄老师，怎么看这次的军演？这次的军演总的来讲最大的主旋律，我个人认为是传达政治讯号。第一个，这个演习的时间相对比较短虽然它有干扰到国际民用航空跟这个国际海运的航线，但时间非常短，所以应该是精准计算过的，就是也就是不招惹大规模的国际的反应的前提之下，精准的传达讯息，而这个讯息的主旋律就是拒绝外部干涉台海事务。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就是演示了一些它的新的武器装备，那么对台湾非常有针对性，比如说远火对于我们临海及毗邻区旁边的射击，那我觉得是针对所谓发展台湾之盾这些概念、防空概念
是有影响。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因为美国新宣布的对台军售的品项，如果全部如期如职到台湾也训练好成军以后，对于现阶段中国大陆对台可以使用的武装的手段，对，很可能会有一些抵制的作用，或者是对抗的作用。那么，所以再加上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所以我觉得主旋律是那个。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传达讯息给台湾，也就是说，这个统跟独和跟战再一次的向台湾传达讯息。对，但是硬后变成软了啊。这个谈话，共产党基本上都是讲辩证统一的，所以我们过去听过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我们也有听过说以我们的两手来应付敌人的两手，所以能软能硬哦，对中国大陆自己的本身共产党干部也是能上能下，所以他保持了自己的弹性，另外也辩证统一。我个人认为，现在大陆的趋势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不愿意听。过去是两岸如何处理双边人民往来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就是我用以武逼谈来对付你的以武拒统，是那么或者是以台制华，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看起来就是不许独变成只能统。就是这次的这个军演我刚刚特别提到说是除了围台以外，你也可以发现它比上一次或是之前的又在收紧了。围台之外还是实弹的演习当然这个黄老师特别提到说，它其实在释放出了非常多的信号，而且不只是对台湾，也对日本，也对美国，甚至是不是有可能是一石多鸟之计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像是 Quad， 也看到他们立刻的去做了一些对话，那来如何去因应。这次军演我们回顾一下解放军向台湾发射了27枚射程最远可以达到300公里的 PCH-191火箭这个落弹区呢散落在这个台湾24海里线的周边。另外这次也看到有11艘中国大陆的海军舰艇以及8艘海警船都进入到距离台湾海岸24海里的范围。纽约时报呢因此就提出他们的分析，他们表示呢，解放军设立了多个禁航区这个用意是在阻断日本自卫队或者是驻日美军向台湾推进，要传递的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信号是什么呢？阻截外部力量的一个姿态简单来讲，白话文就是警告美日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你不要介入。好，所以怎么看这个刚刚延续黄老师提到的，对于多方所传递的信号，明佑？其实最主要这一次就是中国在做的这个解放军他们的演习里面几个项目，其实我觉得控制的很比较精准的点，就是说他把24海里线这个画得很清楚，包含他的基建，包含他的这个所谓的火箭弹都在这个范围内。其实他要表示说我能控制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我只要再多进一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反应得过来？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这场演习它不是一个立场性的演习，不是年度立场性演习，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赶快把它的这个部队动员起来。很长，我们讲这个以训转战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让真正其他周边国家感受到这个压力。再来就是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做出正确的反应？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当中，台湾这边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基建的部分，我觉得比较没那么担心，是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般讲作战，你会整个序列。如果说他只是就这几艘船过来，他后面没有更多的梯队要陆陆续续的靠近施压的话，那我觉得好，那就定位在一个演习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远火这一块，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分成是2支部队，在演习宣布开始之后，好配合着他们这个所谓的宣传系统就把这个影片放出来，告诉你说我有这2支部队，然后再实施这个远火的这个打击的这个训练，然后发射火箭弹的画面你也看得到。那当然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是这个掌握其实你只是一个战术的情报，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要讲的一个关键是，它其实演给真正内行的人看的啦。也就是说，美国、日本，你如果在介入的时候，当我中国划出这个禁限制的区域的时候，我是能够真的做到禁限制的行为。那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演习里面在谈的
到底是主要目的是，他是要回应这个对台的军售，还是回应这个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众说纷纭，但是我比较倾向它就是一个综合性，就是好，我的这个分数。这个东西我要回应到什么程度？要什么程度？一件、2件、3件，最后确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是要启动一个整个的演习，而且是完整的演习。那你怎么看这个各方的反应，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反应哈？我觉得其实还蛮冷静，就是它相对低调的原因当然有几个啦哈，譬如说这个川普他4月份要去见习近平，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没有主动提出，他是在记者会上被记者询问的时候，他提出来我觉得他就比较轻描淡写，对，他就一票轻描淡写。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符合他现在的期待，因为他现在重心，刚刚我们提到的，你看他假如在委内瑞拉，他有一个比较即刻的行动的话，他的注意力一定不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必须淡化那个地方可能的威胁。这个是对我觉得对全球的伙伴来讲有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表态。那当然，日本它是透过外务省的发言嘛，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低调的各自的行为去做一个回应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确他可能得到他的答案，就是美日如果在这种极短的压缩的时间之下能够做出来反应，或许就是他这一次演习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你是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美军这次特别在委内瑞拉突然就采取了一个要攻击哈。当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资讯有限，大家要凸显的是说美军的机动性很高，是这个意思。对，美军的机动性很高，是因为它跟委内瑞拉相比较，它是军事上的悬殊的这个实力。但是在台湾的这个当面，其实他也有人很讲说台湾跟这个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一个相当的差异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是中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压缩去这么短的时间去铺陈出或者说演完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那美日却没办法提出所谓的真正具体的反应，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外交的辞令有。但是实际上具体的行动我们是看不到，不像上一次裴洛西的时候，日本还能发布说我有监控的这些所谓的报告，这次是相对是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我觉得中国或许他就能够确认，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做的准备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你是没有能力回应的。对，因为这次的大陆举行的这个军演哈，当然这个事后的分析有很多，也在特别凸显的是说，在测试各方的反应啊。我看到何老师也特别有一篇文章，特别就讲到了说，这个美日相对来说，哈，这看起来都是比较延迟性的反应啊，包括像美方很低调，日方更低调。那说到日方呢，这个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就特别想请教你。他说，中国大陆这次虽然在台湾本岛北部以及南部海域进行长程火箭弹的测试射击，那并没有发射任何的弹道飞弹。而日本防卫省官员认为呢，中方这次划定的演习区比上次更贴近台湾，所以研判中方可能是要刻意避免刺激日本，因为中方可能担心呢，之前因为战机这个雷达照射的火控雷达照射的这个事情啊，恶化了日中关系，所以呢，这一次的对台军演呢，再继续僵持下去的话，对北京来讲是没有任何好处啊。我要问的是，日本媒体怎么会有这样的解读哈？因为也有分析认为是自我安慰也好，还是真的有其本呢？这个报道我们把它倒过来看，大概就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了。就是说，这报道就蛮好玩。他认为说，现在的中日关系的恶化，是因为那个这之前解放军对不对，跟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这雷达照射的事件所造成的，是吗？我想这个我们研究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你11月7号你的首相在国会的这个发言嘛，这是源头。对啊，这是源头嘛，你怎么会说是解放军去照射你这个航空自卫队是这件事情造成的？这显然这个就是就是说他这篇报道啊，我觉得说把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在这次的一个围台军演哈，它事实上围台军演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第一次就是说这个当时佩洛西这个到台湾来之后，他第一次的围台军演，对不对？他有把这个台湾跟这个就日本最接近的那个叫 Sakishima Shodo， 叫仙岛群岛，就是我们国人很喜欢去的石垣岛那地方哈，那个把它列入那个演习区，然后有划定一条线，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这个就是说试射的这个导弹落在日本所谓的 EEZ， 不过那个日本他当时讲的这个 EEZ， 这个是我们台湾跟日本的重叠水域啦。那个就是说那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在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那个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不过就是说在那一次之后，基本上这个几次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围台军演哈，它都在这个台湾的东北角那地方去开个缝。
那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围台军演，基本上这个并不去影响到这个日本哈。那当然，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这个中日关系来看，那时候是往好的这样的一个这方向在走了哈，跟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不一样哈。但是是不是意味就是说，这北京怕了哈？怕说这个中日关系如果再继续恶化，对他不好？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报道基本上就是讲反了哈，他是说反话。这个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就是说，高市也比较希望能够这个跟北京来管控这样一个这个日中关系的一个恶化的一个趋势哈，而且希望能够这个重拾对话。他现在还拼命的跟北京喊话说，我们当时讲好的我们在这个南韩的这个首脑会谈的时候，你还答应我，对不对？想办法要缓和局势。这个就是说，他还说习近平这个我们当时讲好就是要去就是说继续推进这个战略的互惠关系，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哈？这蛮好玩的。那没有办法，因为中方现在就是一句话敷衍。对啊，你只要敷衍，那就是说高市早苗基本上他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再让中日关系回到就是说从这个岸田文雄一直到这个石破所走的这样的一个就持续改善的这个方向上面来哈。那不过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源头在高市自己的那个发言。所以老师觉得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方案是什么？高市道歉还是这样？当然，这高市不会道歉哈。那这个，我认为在高市的这个任内哈，这个整个日中关系要回到就是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首脑的一个对话，那个几率是极低啦。虽然高市到现在并不放弃，就是说今年的中日韩如果有中日韩峰会的话，日本是主场。不过这一场中日韩峰会这个北京已经这个说李强不会去了，所以今年的中日韩峰会基本上是不会成型。不过你看人家首尔很聪明哈，首尔讲说那这个中日韩峰会没了哈，可是我跟你很好啊，对不对？李在明要去访问这个，先中后日嘛，对啊，就是李在明基本上蓝湖啦。对不对？他这个就说好吧，那我们不到日本见，那我去北京跟你见。是。那人家在北京说行啊，欢迎你来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我们真的就是嗅不到任何的一丝丝的一咪咪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像这个日本讲的说，这一次这个就是说是为了要考量中日关系不再恶化，反而我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我把它这个就是海空域的这样的一个风控，对不对？然后我留一个缝，这里面告诉东京。你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说台湾有事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台湾有事，日本没事。当然这里面就看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日本要不要自己跳出来，对不对？没事找事。所以就看日方到时候怎么决定了。对啊，这就是一个动作，就是说这个我用这样子来告诉你，对不对？我到时候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万不得已我要用武力的方式的时候，我是可以让你日本这个可以开出条缝，而且如果说你要撤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缝去撤啊。对啊，所以结论就是产经的解读或许过度的乐观了哈。那在开年才这么几天呢，你就发现还真不平静。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要带您看的另外一件事情，普丁的官邸被炸了，但现在被怀疑会不会是假旗行动？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啊，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
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是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呢，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所以我们如果用消序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对不对？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了缓冲区作为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你又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内茨克苏梅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
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两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他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两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的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两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他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两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他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的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两省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他最近就表示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不只是俄罗斯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好，那所以呢，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些接壤的边境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在刚刚提到的3小国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经由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会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陆老师，我请教因为现在大家在想是
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移，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就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就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是他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他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公司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它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它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它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就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俄罗斯它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俄罗斯吧？那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在江户时代，他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2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所以如果我们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现在对于欧洲这边的压力的话，是希望透过军事上的威胁去创造自己在外交上谈判的空间。那何老师刚才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其实现在要担心的恐怕不是欧洲这些国家，而应该是东亚的日本。马上回来。
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我们继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缅甸啊。缅甸的官媒最近有报道指出说，缅甸军政府所支持的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在极具争议性的这个全国大选第一轮选举当中，目前是获得领先。而这次大选呢，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的第一次投票。提到了缅甸的诈骗园区一直都是让外界所令人发指的目标，但很少有人真正进去过实际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讨论过非常多，而今天我们的来宾之一秉佑兄特别这次到了缅甸去一趟那你是直接到了泰缅中部边境妙瓦底南区，在顺达园区的这个地方。对。OK， 顺达园区我让大家了解一下过去主要是由中国大陆的福建帮的势力所掌控。2025年呢11月25号被克伦民族解放军给攻下，而在目前呢是由反军政府的武装势力来掌控请教秉佑，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次去目的一开始是就是反政府军他们开始有一些人，因为过去他们在整个内战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跟中国在互动了那他们认为就是说，中国还是比较偏袒军政府所以他们开始希望能够结交其他的新的朋友。那有一部分的人可能透过留学啦，透过什么关系，就开始跟我们这边有一些联络。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觉得要发展民主伙伴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对台湾来讲，其实缅甸非常的陌生，但我们只知道就有诈骗这个是一个大本营嘛所以我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到那边去，然后看看能不能谈看有关诈骗的这个反诈的合作了那就正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他们去打下了这个所谓的顺达园区。那这个动机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自己的掌握的一个讯息是，这个顺达园区里面其实是有极少数的美国人，很少数的美国人，所以有可能是不是说美国政府有希望这些反政府军去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后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要求说，是不是能让我去里面看？因为我们很多在台湾的对这个所谓的诈骗的报道很多，可是没有人看过真正里面长什么样子。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拜托他让我去看看。你第一手观察是怎么样？我第一手观察，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全台湾的这些民众，不要对诈骗这件事情轻忽，因为他们其实是用尽了生命的力量在想尽办法要骗你。他不会很单纯的只是利用你人性的所谓的贪婪或等等这些，他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包含这种所谓的感情的诈骗、投资的诈骗、司法的诈骗。司法诈骗我觉得就很特别，有一个朋友他就前阵子被骗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他以为他不提供这些资料，他会害到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他就把某些资讯提供出去，结果造成他的这个账户内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被移转损失。那这个就是始料未及，他并不是因为贪心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要非常的谨慎。他们想尽办法骗了这么多人去那边去从事诈骗行为的时候，这些做诈骗的人他不努力骗人，他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直会，我其实拿了很多笔记本回来，他们里面就是怎么去做人设啦，怎么去想好我跟你怎么谈恋爱啦，今天跟他谈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我明天我要再给他一个小故事，再给他鼓励一下。我必须讲，这个就是非常多套剧本，非常多套剧本，而且非常充分的工具去做这些所谓的电诈的行为。那你只要一付钱之后，其实这些就是进入着虚拟货币的世界之后，然后流通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要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三不管的地带，军政府它也势力也达不到。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反抗军，它其实也没有能力掌握全局。那西方主流国家或者说这些真正有制度的国家，泰国或者说欧美国家或台湾、日本想要去帮助，其实都很困难，因为它就是一个坦白讲，我觉得荒山野岭。所以当在这种无秩序的这个地方去产生，它只要透过一个星链，它只要一个 Starlink 连出去，它就可以reach到全世界所有的人。我里面还有一个片段说，我说不要以为说这个诈骗的这个受害者只有在亚洲，只有在台湾，我就在当场捡到一个 AT&T 的 SIM 卡，捡到3张，然后里面的确为什么符合我们的情报，就的确有或许是有美国人在里面被逼着要去从事电诈。那甚至我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假装是白人的那个脸书账号，他是台湾人，我跟他说我说他是来请我求助，向我求助的那我一看就是说他英文程度是很好，他就是负责去骗
欧美人士的这个，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很难，我们有通过这么多的这个宣传，通过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警告，可是如果你不去理解他们是一个有密集的资本、人力、技术在从事这些犯罪行为的话，你会太过轻忽。对，因为他应该是要用政府力量去对抗的，所以在每一个人来讲，你应该更清楚，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点点认为这个是疑虑的话，你应该就要去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去求证。好，因为这些手法其实在我们政府都会尽量的去收集，只是我们不会去公开的原因，也是因为怕有人会去利用这样的手法去害人嘛。哈，但我只能说，我们过去听闻的这些邪恶事迹，我直接把它亲眼见证带回来给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顺达园区只有4000人，但是就我所知，就我们初步的估计，整个在缅甸妙瓦底周边的电诈园区从事诈骗行为的，至少有30到50万人。它是一支大军。所以那个只是其中的9牛1毛而已。它只是9牛1毛而已，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比台湾军队还庞大的一个集体。那我请教，你觉得用铁腕手段根除得了吗？我认为用铁腕手段会造成一定的程度的伤害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电诈，毕竟它需要一定的硬体设施，那它资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譬如说我要骗到你，我可能不会说我今天跟你接触我就马上得到资金，而是他可能 cooking 了3个月、5个月、半年之后，他才开始说我终于开始回收了这个资金。那只要让他的这个所谓的资金链能够断掉，我打击你的电诈园区，事实上是你电诈园区你的新建，你要盖这些组合屋，你要盖这些生活设施，都是需要钱的。那如果说他还没赚到钱，他就损失了，那他怎么会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的运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原因也很简单，你要抓人很困难，因为茫茫大海当中哈，整个这个所谓的中南半岛哈这么庞大，你要找到人很困难。可是你在卫星上，你要看到有一处新的电诈园区出现，非常的容易。好，所以你点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可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得了的，而且就是你真的要是断金流，然后呢断通讯啊，或者甚至是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用轰炸的方式，这因为在2025年底啊，其实缅甸、柬埔寨的主要诈骗园区先后都遭到军事行动，要把他们剿灭。缅甸军政府在12月初更是突击 KK 园区还有水沟谷园区啊，扣押了数以千计的外籍人员，包括可能您刚刚提到的美籍的都有可能哈。但是为了展现威慑哈，军政府还采取了非常震惊的手段，就是用炸药炸毁整栋建筑物。那到了12月中啊，泰国军方也趁着上一波的泰柬冲突，出动了战机去轰炸柬埔寨边境的多间赌场。而泰国的看守总理呢，他就表示说，虽然柬埔寨的境内赌场呢不是在泰国司法管辖范围内，但是相关场所成为诈骗行动的掩护场所，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加以处理啊。何老师觉得，因为我们谈过非常多次哈，这个诈骗园区它就是像是野草一样，这个除不尽又在生，但是就是斩不断。关键就是我们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当然，我们国人这个提到这个缅甸哈，我们就会觉得这缅甸是不是都是诈骗哈，然后甚至于觉得说这缅甸人很坏，让我们误解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个集团哈，就是说它存在于缅北哈，实际上也不止缅北，柬埔寨也有，对不对？那柬埔寨那问题那个更难处理，因为那个背后跟鸿升集团还这个非常有这个关系。三不管嘛，对啊，大家都不管。那我们还会开玩笑讲这个像柬埔寨的诈骗，对不对？那个基本上是国营的哈。那就是说，事实上缅甸人是很善良的，我们都知道这缅甸人是很勤奋。日本的商社他们在那个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在缅甸缺乏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愿意进入到缅甸，对的，去投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缅甸的劳工真的好，有日本要求的那种劳动的这种精神，而且他们跟雇主之间的那种忠心，让日本人觉得就是说缅甸人的这种劳动伦理是最像日本人的。对，因为台商也在缅甸有设厂。这缅甸人是很赞的，是缅甸人是好的。可是那个诈骗集团基本上存在于缅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这国际的这个诈骗，它是一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当然，它现在也成为这全世界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中心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来这个处理哈？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说这缅甸的军政府哈，还有跟泰国这个似乎这个等于是去摧毁这样的一个这个园区。但是你如果这个不能够这个把你的这个行政权哈，就是说深入到那个地
方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地方就跟刚刚林议员姐讲的一样，那地方基本上是一个三不管地，这也透露了整个缅甸的一个政治，就是说你缅甸军政府，你号称你是一个就你把翁山书记给关起来了，对不对？他生死不明，可是你真的能够牢牢的去控制缅甸吗？缅甸很多地方现在是无政府的状态，那这个无政府状态，这刚好就是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所以老师，您觉得缅甸军政府面对诈骗的这些问题，他是不想管，还是不能管，还是？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力有未逮，因为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到整个他缅甸的这样的一个全境，所以现在的这个诈骗啊，在缅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几乎是等于是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权力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执法嘛。对，我那经常就开玩笑讲，这个刚刚黄老师讲，这美国去炸委内瑞拉，对不对？我今天讲，如果北京的外交像美国那样子的话，他早就去炸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今天你是在我的踏旁，对不对？而且很多的受害者是我，而且这里面很多犯罪者也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他按照这种逻辑的话，对不对？那我来处理最好。可是我们看这个中国似乎他也不想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国家不一样哈，毕竟做法不一样啊。那黄老师又怎么看？因为现在讲到说，现在当政执政掌权的就是缅甸军政府嘛。虽然说他们最近刚刚特别提到了，举办了这个5年来的首次大选哈，而且现在由军方所支持的这个政党呢，在第一轮的投票是大幅领先。那这一次呢，也看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说，有超过600万人在全国120个乡镇完成投票，这个投票率有52.13%。所以他们说呢，就算在已经开发的民主国家哈，也有这个投票率不到50%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投票率啊，真是让缅甸自豪的来源呐。但是路透社也报道说，联合国还有西方国家呢，都质疑这次选举其实是一个假选举哈，其实就是做样子、形式的。东西也都在观望，在大选之后的政局。我要问的是，这样看来，其实军政府还是有可能继续长期执政，是这样。凡是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他都会透过一些方法去把自己的合法性，把它巩固一些啊。那么不论是集权或者是武装独裁，那这次的选举总的来看，你看到各方面报道，其实有些地方也很荒诞。第一个，军政府决定了哪些区域可以选，哪些政党可以选，啊，然后可以投票的区域是哪些？如果你限制哪些人可以参选，哪些人可以投票，结果投票率才52%，我觉得也蛮丢脸的。如果都是在你控制之下，那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预先写好剧本，然后试图，不管是对国际或者是对缅甸内部有一些不愿意用革命或暴力手段去对抗军政府的人，去有一个所谓合理化的一个说法。可是他的这种选举，我觉得只会激发更多的内部矛盾跟冲突。那老师，我请教，您觉得未来会影响到缅甸军政府它政权的内部跟外部的因素，最可能是哪些？我觉得国际势力还是很重要，因为军政府背后，我想秉佑兄也很清楚，其实不管是反抗军或者是军政府，你今天能够在江湖上行走，形成这样的僵局，把类似一个国家里面有一部分无政府状态，外力都有介入。这外力的话是包括美跟中，都有。对，那如果这些背后的大哥们都无力无暇或是不想去解决的话，那就是缅甸内部，我觉得反抗军要这种各个不同的势力，他们彼此的利益也有重叠，也有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去推翻军政府，难度还是很大。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跟诈骗的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句话：“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2026对于日本来讲真的是挑战的一年啊，因为最近就看到印度政府他们在2025年的年底
发布了一份年终经济评估报告，就引发了国际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指出，印度2025-26的这个财政年度啊，这个 GDP 达到4.18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而且打算呢在2年内还要再往前拼到全球第3名啊，前3名。那但是呢，这个 IMF 呢在此前也宣称说，印度真正超越日本，必须要等到2026年3月这个财年结束，而且实际的差距啊，只有大概100万美元。所以说，就算是到了第3名啊，其实你跟第4名之间，就是那个日本，你如果超越它，你也不过是多了它100万美元而已啊，所以你有可能再度被反超。那我要问何老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啦，我们只能说肯定印度是有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勃勃，但是印度制造真的是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实力呢，还是怎么看呢？当然，印度制造曾经是很多人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想象啦。那个时候我们讲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中国加1，那个1除了讲的越南之外，很多人讲说印度可能它可以再去复制中国的那样的它过去这个40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这种 rising power 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文化跟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去复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经验，对不对？然后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量能推升到几乎就是说跟美国几乎是站在一起哈，虽然还差美国大概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哈。那不过就是说，除了中美之外，他们在争第3、第4哈，那个基本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3、第4加起来还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半啊，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说，更何况就是说，印度你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才多少人？德国更少，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去从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绝对数字，去跟这2个国家去争所谓的第3跟第4，这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还有你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可以跟这个日本或是跟德国去等量齐观的哈，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要走到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经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都走不到，对不对？所以当然印度基本上是一个未来是有成长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啦。不过就是说他想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许他在这个整个 GDP 上面哈，他可以真的在今年啊，就是说这个2026年来超越日本，因为日本现在的日元真的哈，也不晓得是得了什么病哈，就是这个利息也升了啊，这高市早苗，对不对？他以前骂人家就是说升息是笨蛋，结果自己也做了笨蛋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利息也升了，而且预估今年还要继续升息，可是整个日元的汇价几乎变成是。我们用台语讲，那西底亚给哈，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纹风不动啊。现在中日关系也还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哈，这会不会也有一点关联？当然就是说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就是说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那个时候的钓鱼台国有化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骚扰日商，因为中国现在他也很担心这些日商还愿意留在中国，他已经时候非常感激他们了，对不对？他不想因为现在的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恶化，去造成这些日商在中国的投资的这种不安感。但是他用所谓的就是说人流啦，就是说我把这个观光客稍微降，可是他不是全关了，很多人误会说。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啊。对，而且其实看得出来，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哈，它不是一次做到底。对，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再决定要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印度这个报道哈，我觉得看了这个最生气的应该是高市早苗哈，他一定不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唱衰我早苗经济学嘛，开年就给我这样一份报告，就是说对不对？我早苗经济学这个是我未来我这个我高市早苗能够当日本首相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续命丸呢？对，结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早苗经济学是骗人的？对，刚刚老师提到说，中国大陆在面对说日商的这一块哈，其实也非常的谨慎。那刚才也提到说，就算是印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日本也好哈，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也不过最多吧9兆美元啊。可是呢，排名第一跟第二的啊，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哈，30兆。这根据2025的 GDP 预测的话，有可能30兆。中国大陆呢是接近20兆，所以这争个第3、第4，其实都是人家不到一半啊。那讲回来说，日本企业从中国大陆出走，在2025年有看到一些迹象哈，因为在2022年工业产值将近32亿人民币的中山佳能工厂，他们就宣布要关闭。三菱汽车也终止了沈阳引擎的合资项目，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制造。另外是 Sony 的 Xperia 手机业务呢，也宣布要撤离中国大陆哈。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哦，说日本企业现在正在用一种 K 型分化的战略，在重建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那什么叫 K 型战略啊？也就是呢，低端产能撤退，高端领域采取重兵压境的方式。好，我们回顾2025前3季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还有年增55.5%啊，这成长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所以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战略哈，怎么看日本产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略思维啊？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分析其实对台湾也都有参考，基本上就是低毛利啊，这个低端的啊，或者是已经成熟的产品。这几种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地会逐步爬上来的竞争力。对，换句话说，它获利变得更少。那所以在中国制造的方面，在日本来讲，所谓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它的竞争、它的获利都在降低。所以这种就往下走。另外一种往上走的，那不是只有日本啊，这个法国总统带了多少企业家去？我们还是看有外资进去，虽然现在的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也是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还有人想要跟我打赌，就是川普4月去的时候，会有多少美国大老板跟着川普一起去抢单？那他们抢的是 K 线往上走的部分，往上走的部分就是中国研发、中国技术、中国软体工程师的总数，以及中国的勤奋。所以以前是勤奋的劳动力，现在是勤奋的研发力。那么这些还是可以补足其他外国或外资的部分。那么这个 K 型线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不难理解嘛。那台湾似乎也是慢慢会走这一块，日本会选择这样走，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所谓的降低风险，对地缘经济是这些综合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出走的话是 decoupling， 就是那但是日本走的是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对，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产业的嗅觉永远比政府要敏锐哈，就是先一步的看到整个市场未来的前景哈。所以这个日本是如此，那韩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临近日本的韩国哈，因为整体来看，2026无疑还是全球各国要拼经济的一年啊，因为经济还是最重要的。到2025 12月26号为止啊。根据报道是，韩国股市呢在2025年呢大涨超过72%，远远超过日经指数的27%。然后呢，台湾的这边呢加权指数是24%，中国上证指数18%，那美国标普500呢是17%，NASDAQ 是23%。简单来讲就是。韩国股市是勇夺全球主要股市的获利冠军，而路透社也分析啊，这跟南韩目前主政的李在明是很有关系。刚才何老师也特别提到了，1月4号李在明就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来接待李在明，
而且现在又看到了中日因为这个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关系紧张。所以也认为说北京有意要借此来强化跟南韩的双边关系。那预料呢，双方也将会讨论到南韩的核潜艇啦、两岸问题啊，还有调节中日的问题啊。另外也会讨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的谈判，还有稀土供应链相关合作等经济的议题。南韩外语大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叫姜俊英就表示说，中国似乎已经战略性的判断，让李在明先访中，再跟日本举行峰会，对北京是比较有利的。你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蛮明确的啦，就是说，毕竟李在明在还没选上总统之前，就对中国表现出比较友好的态度。那当然也让当时尹锡悦去对照之下，就尹锡悦的这个做法，其实让南韩的民众，我觉得很快就选边站了，非常的清楚哈。那至于说，我觉得接下来要看的，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比较军事上的是这样，就是中国其实他在这段期间特别去展示了一个他在核武上的准备。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整个东亚的安全局势，其实它不太像北约一样是一个同盟关系，而是美国个别的去跟各国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它的架构，其实我觉得不能算是一种架构，它算是一个情况而已哈。所以当假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所谓的核安全的架构是立基在中国这一端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翻转。那所以当南韩跟这个美国在谈所谓的这个安全合作的时候，为什么川普讲的是我给你做核潜舰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希望把这些所谓的核安全的这个能力是分散到各国去各自去负责的。但我觉得中